这两台手机都是小米的旗舰手机，但是价格呢是有差距的。左边是新出的2亿像素的 Redmi Note 12系列的旗舰版本，右边是小米的 12S Ultra。在小米的宣传中，它俩可都是主打影像的旗舰手机。但是既然价格不同，那咱们也看看其他方面有什么不同。那测试环节之前呢，先是摄影环节，我会用手机去拍摄一些摄影作品，拍得不好抛砖引玉，希望你也可以参与到摄影中来。上面的照片呢，就是这两台手机所拍的。不过摄影环节的照片啊，是台手机就能拍，不光是它俩能拍，主要是您得参与到摄影中来就行。那后面呢，就是测试环节了。欢迎收看 ZPH， 我是道武，我是展当。喜欢节目记得一定要关注我们，多多的点赞评论支持我们。没错，因为这样对我们的帮助非常大啊。那下面呢，就来看看这两台手机在影像方面，在光学方面的表现怎么样。在后面的对比中呢，我还是用简称了。那左边 Redmi Note 12系列这边呢，我就简称 Redmi； 右边小米 12S Ultra 我就简称小米了啊。Redmi 这台手机的拍摄界面，前2期节目已经说过了。那这里说一下它内置的几种拍摄风格，就是现在录屏里边这些阿窝阿开头的，后面1 2 3什么的，它们主要是模拟各种胶片的成像风格。那 12S Ultra 内置的几种拍摄风格，大家都应该比较熟悉了，毕竟它已经上市了有一段时间了嘛。它主要是各种徕卡的成像风格。那现在看到的就是两台手机内置的不同拍摄风格的展示，这个不是对比啊，这个也没什么好对比的。那不过呢，这里要说一下啊，不同的成像风格、不同的滤镜，其实是记录的你拍摄时的心情。拍摄呢可以是记录啊，你也可以去好好摄影，但是每个人在拍摄的时候心情是不同的，那看到的景色反映出的调调也是不同的。善于利用这种拍摄风格，各种滤镜是可以记录下来你当时的心情的。那下面呢，咱们就正式开始对比这两台手机了。咱们还是先从主摄开始对比。那硬件参数大家都应该比较熟悉了吧？ Redmi 这边呢是总像素高啊，2亿像素也是这次它的卖点。小米那边呢是感光器的尺寸很大，1英寸的底。从实拍样片上看呢，颜色方面我是喜欢小米这边。当然了，我选用的是徕卡经典模式啊，因为我也喜欢这个调调。它的色彩比较沉稳，那现在都是默认模式啊，都是1200万像素的。在中心解析力方面，两边半斤八两啊，解析力都很不错。那镜头的光路设计水平，也就是边角画质方面呢，也是小米的更好。小米的这颗底更大，按说更大的底呢是更难把控边角画质的，但是它的边角画质却控制得更好，那就说明它的整个镜组质量更好，成本更高。再看一组主摄的对比样片，这回两边的成像风格还是比较接近的。但是小米那边呢还是更沉稳一些，中心解析力方面两边还是半斤八两。那边角画质方面呢依然是小米的更优秀啊。那这张标版图拍的好像不是那么容易看出来啊，需要考大家的眼力。反正从光学素质上来说，小米的更好。这次 Redmi 有2种高清模式，一种是5000万，一种是2亿像素。那先是5000万像素啊，小米那边呢只有一种高清模式，就是5000万像素。那么2种5000万像素的解析力方面啊，不分伯仲啊。那 Redmi 打开2亿像素之后，对比小米的5000万像素高清模式，在解析力方面也是不占优势的。那看过之前节目的朋友呢，对这点应该不会意外。再看超广角镜头，那从参数上看呢，那肯定是小米占据优势啊。感光器大小是它大，总像素是它高，等效焦段也是它广。
那从实拍样片来看呢，Redmi 这边的色彩还行吧，但是 HDR 效果是没有 10S Ultra 那边好的，而且最明显的区别就是视角的差距啊。视角差距如图所示，这个红边就是 Redmi 拍不到的范围。中心解析力方面，看起来两边好像差不多，但是 Redmi 的视角更窄，它的物体拍得更大，所以在解析力方面呢，实际上是没有小米的好的。边角画质的差距也一样是非常巨大的。那小米的超广角在视角广了这么多的情况下，画质的下降却跟更窄的 Redmi 差不多，那就说明小米的这颗超广角的镜头质量更高。再看一组超广角的对比，两边的颜色都非常不错，尤其是 Redmi 这边啊，它的感光器很小，像素很低，而且镜片的质量也一般，但是色彩还不错。那中心解析力方面啊，就算 Redmi 视角更窄，物体拍得更大，但是在解析力上也没有优势。那边角画质方面依然可以看出小米的这颗超广角镜片的质量成本很高。小米的这颗超广角还有高清模式4800万像素，那 Redmi 就没有这功能了。那小米在高清模式的加持下，解析力是明显强于 Redmi 的。长焦镜头的差距也是这两台手机最大的差距了。小米这边呢有一颗5倍的长焦镜头啊，当然是定焦镜头，它也没有光学变焦。Redmi 这边呢什么都没有啊，它拍远方只能靠主摄的数码变焦。那这点在生活中的影响呢，就比如说你在遛弯的时候，远处突然游过来一群野生烤鸭，色香味俱全，于是你拿起手机想拍下来，那这个时候有长焦的有光学长焦的小米就明显比只能靠数码变焦的 Redmi 要强得多。那5倍说完了，咱们还是说2倍吧，毕竟2倍在生活中也是非常常用的。两台手机的2倍呢都是靠主摄的数码变焦拍的，但是解析力方面依然是小米的更好。2倍还是比较关键的啊，咱们还是再看一组对比吧。在这组上，解析力依然是小米的更好啊，那看来贵是有贵的道理的呀。Redmi 前摄的美颜和滤镜都相对简单，相对真实，就有一点不好，就是录像的时候为了更好的防抖效果，会裁切画面，会很贴脸，会显得头很大，没什么空间留给后面的背景。小米这边呢，它的前摄有经典和质感两个模式，一个更真实，一个更好看，就看怎么选了。还有很丰富的美颜和滤镜效果可以选择，录像同样也是很贴脸，显得脑袋很大，有一点拥挤，但是这样做之后防抖效果确实还挺不错的。人像拍摄这块用的就是手机的人像模式直接拍的啊，从成片效果上看呢，我估计没人会觉得 Redmi 那边更好看吧，很明显啊，小米这边的人像效果更好。夜景拍摄这块，前2天我哥们儿把小米12S Ultra 的 HDR 给关闭了，我拍了几张之后才发现，后来一想啊，总有人说这台手机关闭 HDR 之后的效果会更好，那么这次咱们就用夜景对比来看看效果。那从前面2个场景来看啊，无论是主摄还是超广角，跟 Redmi 对比的时候呢，关闭 HDR 也没什么哈，但是从这个场景中已经开始看出来亮部细节没有 Redmi 强了啊，无论是主摄跟超广角都有这个迹象。这个场景比前面的更极限啊，可以看到小米关闭 HDR 之后，它的亮部跟暗部细节已经都没有 Redmi 好了，无论是主摄还是超广角都这样。同样的，像这种场景也能说明问题，因为它亮部非常亮，暗部非常暗。那么关闭 HDR 之后的小米在亮部细节上已经不能跟比自己第一级别的 Redmi 抗衡了啊，主摄非常明显。现在这个场景啊非常的暗，但是亮部细节呢并不是非常的亮。那关闭 HDR 的小米啊表现就说还凑合吧，但是肯定没有自动 HDR 时候好。再看一组城市道路上吧，两台手机表现的都还不错啊，无论是主摄还是超广角都还行。好，普通环境下的夜景拍摄咱们已经看完了，咱们看看极暗环境下打开手机的夜景模式之后效果怎么样。主摄的表现细节呈现小米的更好啊，这点没有悬念。那超广角的表现也是小米的更优秀。祖传神树场景，主摄的细节呈现还是小米的更多，超广角也是小米的更强。健身器场所还是非常的暗的，因为树叶掉的还不多啊，这里肯定是小米的主摄表现更好，但是 Redmi 的表现已经超过我的预期了。那超广角的表现呢，还是小米的好。这回最暗的场景咱们换一个啊，主摄细节呈现的差距还是非常大的，那看来贵还是有贵的道理啊。超广角的表现也是小米的更优秀。视频录制我们用的都是手机的默认设置，重要的是如果你用微信等社交软件录制的话，就是这个效果。主摄的表现两台手机都非常不错啊，无论是防抖还是清晰度都非常好。同样的，超广角的表现两台手机在白天看起来就跟一台手机拍的似的啊，水平都非常不错。2倍录像的表现两台手机都是用主摄的数码变焦来拍摄的，
效果都还不错啊，防抖清晰度都很好。5倍录像的表现就没有悬念了，这个就是光学镜头跟数码变焦的区别啊。小米肯定比 Redmi 强很多。夜晚录像的表现，先看主摄啊，这回防抖方面、清晰度方面都是小米更优秀了 ，Redmi 这边就没有白天那么好了。两台手机都有鬼影。超广角的表现差距就比较明显了，但是夜里录像嘛，还是用主摄比较好。录像最暗的场景，女流氓小巷。Redmi 主摄的表现真的是相当惊艳啊，这个我是没有想到的。那在之前这个价位的手机怎么可能有这种表现呢？但是细节呈现还是小米的更优秀啊。那超广角的表现嘛，两台手机就差不多了。公园设计方面，这次 Note 12系列的造型啊，我还是很喜欢的，看起来很优雅。但是它这个镜面后盖啊，摸起来这指纹呢，哎呀，惨不忍睹啊。那这一点呢，小米 12S Ultra 的素皮后盖就很有优势了。手机的重量还有厚度方面 ，Redmi 更薄一些，后摄的凸起高度也是 Redmi 更薄一点。但是呢，我还是更喜欢 12S Ultra 这种更压手的感觉。那其他方面呢，比如说硬件啊、性能啊、跑分啊，还有屏幕，它肯定是 12S Ultra 更好。但是呢，这方面就不是我们节目的重点了，我们是聊影像的节目。那下面呢，我们就来总结一下这两台手机在影像上的表现。Redmi Note 12的2亿像素系列，其中有2款 Pro 加还有探索版，再加上小米 12S Ultra 啊，它们都是小米推出的影像旗舰。只不过呢，前面呢是 Redmi 系列，后面是小米系列啊。它们虽然都是影像旗舰，但是价格的差距却不小。那对比结果呢，也符合预期，就是小米 12S Ultra 是哪都比 Redmi Note 12系列强。但是呢 ，Redmi 系列啊又表现出了很强的性价比的优势。那么问题来了，结合前面的对比结果啊，你们觉得这两台手机是影像的差距大呢，还是价格的差距大呢？我希望啊你们心里已经有答案了，因为这点呢还得你们说了算。OK， 到结尾了。那看完上面内容呢，希望可以在选择方面为您提供一些帮助，也希望你能喜欢我们的节目。一定要关注我们，多多的点赞、评论，多多支持。没错，因为这样对我们的帮助可非常大啊。那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